我妹从小就喜欢抢我的东西，家人、朋友，包括我的男朋友，她都会设法抢走。而沈雨安是她唯一抢不走的。她曾经鄙夷地对我说：“你妹就是一个脑袋空空的绣花枕头。”弹吉他，她总是一副厌恶至极的表情。可是后来我才知道，她背地里叫她小猪猪，花费心思给她准备情人节礼物。在我住院的时候，瞒着我陪她去国外参加比赛。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亲亲老婆，今天公司举行庆功宴，我可能会很晚回来，不用等我了，你先睡，晚安。紧跟着发过来2个可爱的亲亲小熊的表情包，我笑了一声，回他：好，知道了，少喝点酒。刚想问他要不要现在给他送解酒汤过去，想了想，反正也没有事情，还是先熬好，等会给他送过去好了。沈雨安和我一样，都是普通人家的孩子，没有雄厚的背景，却仍然想靠自己在京城这块地方扎根立足。一开始进公司的时候，他总是给领导挡酒，时间一长胃就伤着了。从那之后，他只要喝酒胃就会痛，只有喝了醒酒汤之后，他才好受那么一点点。我熬好醒酒汤，开车去了沈雨安公司聚餐经常去的饭店。到饭店门口的时候，刚想给他发消息，瞥见他已经从饭店里面出来了。我收起手机，解开安全带，正准备下车朝他走过去，却看见一道娇小的影子飞快地扑进了他的怀里。一道娇俏的声音随之响起：你有没有想我？沈雨安眉眼含笑地揉了揉那人的脑袋，抬手整理了他凌乱的发丝。想了，下次跑慢点，摔了怎么办？女生抬头嘟了嘟嘴，有多想证明给我看看。沈雨安笑着将她搂在怀里，旁若无人地将她抵在墙上亲吻，在女生想要逃离的时候，按着她的后脑勺，像是要真真切切地告诉她自己到底有多想她。轰的一声，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剧烈的痛意从心脏处传来，像是有人拿刀子剜掉一块，痛得我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那个女人的脸，我太过于熟悉了，是我的亲妹妹林棠。林棠从小就喜欢抢我的东西，玩具、衣服、零食，再到后来是父母的爱，我所有玩得好的朋友，还有我交过的男朋友，她都要一一抢走。而沈雨安是她唯一抢不走的。我和沈雨安是在大2的时候认识的，他是比我大1届的学长，他是一个特别好的人。在林棠抢走我所有的朋友，并且造谣污蔑我的时候，是他站出来替我澄清的。他也是唯一一个听过我的谣言还愿意和我做朋友的人。他会在我因为父母偏心而难过的时候耐心安慰，陪我一同游玩散心，会在我质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很差劲，所以别人都不喜欢我的时候告诉我，不要听别人说什么，在我眼里，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善良可爱的女孩，你值得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东西，做错事的是他们，永远不要怀疑自己。他带我走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阴霾。后来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林棠走了过来，她坐在我们对面，笑着和我打招呼，裙子的吊带像是无意地掉了下来，露出一片白净的锁骨。我有些紧张地攥紧了手心，这是林棠管用的手段。我之前的男朋友就是这样被他迷住的。我有些慌乱地看向沈雨安，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沈雨安的脸色瞬间难看了起来，他抬眸，眼神冷厉，眼角眉梢都透露出一股子寒气，一瞬不瞬地盯着林棠，语气不善。你一个女孩子，大庭广众之下做出这种行为，你能不能要点脸？
之前你造谣淋雨的事情，我还没找你算账了，别出来丢人现眼。林堂有些错愕地瞪大了眼睛，似乎是不相信有人会这么说他。他的眼泪立马吧嗒吧嗒地掉了下来。最后，他终于察觉到了一丝难堪，哭着跑走了。后来，林堂也找过沈雨安很多次，每一次他都是一副厌恶至极的表情，甚至毫不留情地嘲讽他：“你妹就是一个脑袋空空的绣花枕头，看着就让人厌烦。”我以为沈雨安是永远不会被抢走的，可事实证明，他们两个人早就偷偷在一起了，甚至两人心照不宣地瞒着我，享受着隐秘的刺激。3. 他们在饭店门口亲了一会，转头上了车。我擦了把眼泪，深吸一口气，紧紧地攥住自己的掌心，努力压制住自己痛如刀绞、快要窒息的情绪。我跟在他们身后，看着他们一同进入一栋小区。最后，我等到他们进了电梯后，才匆匆忙忙跑到电梯口，看着电梯停在了13层，胃部后知后觉泛起一阵恶心。我终究是承受不住的干呕出声，蹲在地上哭得撕心裂肺。本来再过几天我和沈雨安就要结婚了，双方家长都见过面了，所有事情都商量好了，婚纱、宾客的名单我都准备好了，我都和公司请好假，准备和他去度蜜月。可是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甚至都没有发觉沈雨安的变化。我早该有所察觉的，他这段时间总是很晚才回来，每次回来身上总是带着一股似有似无陌生的甜腻香水味。他和我吃饭的时候，总是时不时盯着手机，嘴角牵出一抹愉悦放松的笑容。可我太迟钝了，或者说因为即将成为沈雨安的妻子而太过于兴奋。这么明显的不对劲，我居然一点都没有察觉出来。我哭了很久，哭到全身没有力气，瘫坐在地上，才后知后觉地想，我应该去撕碎他们虚伪的面具。错的人不是我，凭什么我这么难过？我缓了好一会，直到身体有了一丝力气，才撑着墙走进电梯，按下了13层。可到了门口，我看着1层楼的2户人家犯了难，刚准备随便敲响面前的门，就听见对面那间房子里面传来嬉笑的声音。林堂轻柔娇媚的嗓音响起：“雨安，你说，我都答应你不告诉姐姐我们在一起的事情了，你为什么还要回去睡啊？在这睡不好吗？反正他那么蠢，肯定发现不了的。我今天不想一个人睡觉。”沈雨安低沉磁性的声音传来，带着些许宠溺的意味。好了，别闹了，听话，从我身上起来，我再不回去就真的晚了。林堂撒娇：“不要嘛，你今天就陪陪我吗？别回去了，好不好吗？”我听完，胃里再次因为不适泛起一阵恶心，抬手敲响了房间的门。4. 门打开的那一刻，沈雨安脸上还带着来不及收回的温情蜜意，在看到我的一刹那，笑容僵在了脸上，下一秒脸色惨白。他穿着一双居家拖鞋，身上穿着合身的睡衣，脖颈处有几道红痕。他有些慌乱地将我往外推：“阿瑜，你先回去好吗？回去我和你解释。”解释？我不知道他还能怎么解释这种板上钉钉的事情。我猛地推开他，径直走了进去，穿过玄关，看到沙发上林堂毫不避讳地敞开睡衣领子，暧昧的红痕一览无余。他不紧不慢地起身走向我，眼神轻蔑不屑，走过来当着我的面亲昵地挽着沈雨安的手臂，笑得有恃无恐：“姐姐来了。既然你看到了，那我们也没什么好隐瞒的，就是你看到的这样，我和沈雨安在一起了。”沈雨安着急忙慌地甩开林堂的手，一脸心虚：“
阿鱼，你听我解释，不是这样的。我猛地朝沈雨安吼道：不是什么，是你没有和林堂上床，还是你没有出轨？你还要解释什么呀？你是不是觉得我真的是一个傻子，任由你们愚弄？沈雨安，你怎么对得起我？我一巴掌甩在沈雨安的脸上，林堂脸色立马变了，一把扯住我的手臂推开我。够了吧，林雨，你发什么疯啊？留不住男人是你自己没有本事，你怎么好意思怪别人的？我看着他两眼赤红，抬手准备甩他一巴掌，下一秒我的手腕被人紧紧握住。沈雨安抓住我的手，将林堂护在他的身后。阿鱼，这件事情是我的错，你别怪小唐，她毕竟还是一个小姑娘，她是一个小姑娘，那我呢？我不过只比她大了1岁，为什么我要处处忍让她？为什么明明做错事的人是她，受委屈的人永远都是我？我再也不想压抑自己的情绪，我拿起手提包，疯狂地砸在沈雨安和林堂的身上，一边砸一边骂。沈雨安下意识地将林堂护在怀里，我愤怒的眼圈都红了，抓住林堂的头发，猛地往他身上砸。混乱之中，林堂用力推了我一把，我肚子猛地撞到了桌角，一瞬间，我的冷汗立马细细密密地浮现在额头。沈雨安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下林堂，看到他脸上一道细长的破了皮的伤口时，终于忍不住皱眉，语气也沉了下来。林雨，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但你太过分了。林堂好歹是你的妹妹，你怎么能下这么重的手？她是舞团的领舞，是整个舞团的门面，她的脸要是伤着了，你要她以后怎么办？我痛得说不出话来，他还在喋喋不休地指责我，直到看到我身下淌着血的时候，他脸色一下子变了，他神情紧张地冲过来，抱起我往外跑。阿鱼，你怎么了？你别吓我！我眼前一黑，晕了过去。关注我，每天更新精彩故事。5. 再次醒来的时候是在医院，沈雨安双眼通红地望向我，嘴唇嗫嚅，最后只说了一句对不起。直到护士进来，我才知道我流产了。我抬手摸了摸自己的肚子，哪里依旧平坦，什么也摸不着，但我却感觉一阵巨大的空虚笼罩在我的周围，四周一片冰冷，我的身边再无一丝温度。沈雨安一直寸步不离地守在我的身边，我看着他忙东忙西，突然之间好像回到了很久以前。那时候我生理期，由于前些日子熬夜写论文，没有注意作息，肚子绞痛，连床都起不来。他又是去买暖宝宝，又是煮红糖水，最后他将手搓热放在我的肚子上，心疼地亲着我的唇角，语气认真诚恳。要是我能替你痛就好了，可人终究是会变的。我看着在一旁熟睡的沈雨安，抬手拿过他的手机解锁，密码还是我的生日，从来没有变过。可我也因为太过于相信他从来没有查过他的手机，我点开微信，微信置顶依然是我。我抬手往下翻了一下，看到了林堂的头像，他给他的备注是小猪猪。我手指一顿，心底还是不可避免地泛起密密麻麻的疼。即便已经直面过他的背叛，但看到这些，我的心依然会不受控制的刺痛。林堂加了他的微信之后，一直不间断地给他发一些性感带着极强暗示性的照片给他，可沈雨安从来没有回过。直到1年前，那时候林堂出了一场比较大的车祸，在躺在 ICU 躺了快半个月才捡回来这一条命。从那时候开始，沈雨安就变了，他会关心地问他身体怎么样，有没有好点，需不需要人陪，会看他发来的每一个搞笑视频，甚至每一条都会认真评价，
会在她生理期的时候给她买卫生巾，会在她心情不好的时候陪她打一整夜的电话。后来林棠再次向他表白，给他发了满屏的“我喜欢你，你能不能当我的男朋友”。他很久都没有回复，大概过了3天，他才回他：“我已经有女朋友了，她是你的姐姐，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我很爱她，所以抱歉，对于你的喜欢，我无法回应。”林棠却毫不在意，那不让他知道不就好了？你不说我不说，他不会知道的。他这个人相信别人就是一根筋的，他一定不会怀疑你的。不得说，林棠足够了解我，我确实从未怀疑过他。这件事之后，又过了几个月，这几个月里，林棠依旧天天给他发消息，可他再也没有回复过他任何信息了。直到6个月前的某一天，我记得那天我和沈雨安发生了很大的争执。因为什么不记得了，只记得沈雨安最后夺门而出。后来在同一天半夜11点钟，他给林棠发了个酒吧定位，并给他发了一条消息：要是你能在12点之前来找我，我就答应和你在一起。然后在那一天，他们发生了关系。直到现在我才知道，这样一段畸形的恋爱维持了这么久，而我却一无所知。他会在情人节那天给林棠精心挑选礼物，而给我的只是给他挑选礼物时顺手买的。在我因为急性肠胃炎住院的时候，打电话和他撒娇，想要他来看我。他和我说：“对不起，乖乖，我现在在国外出差，最近新进行的那个项目出了点问题，我必须要亲自监察。等我忙完了就去看你好吗？我一定会尽快回来的。”我那时心疼他，想到他走到如今很不容易，尽管我很想他来陪我，我还是和他说工作要紧，要他不用担心我自己一个人也可以。可那一天，他却是陪林棠去国外参加比赛。我看着看着，眼泪还是不争气地掉了下来。我擦了擦眼泪，将所有的证据都拍了下了，然后放下手机。我想不明白为什么，明明林棠她要什么有什么，为什么总是要抢走我的一切呢？6出院的第2天，我在群里发了一张他们俩在饭店门口接吻的照片，这还是因为我害怕看错人，想要看清楚才拍下来的照片。这个群里面有我爸妈、林棠、沈雨安和他的妈妈。我妈立马在只有我们4个人的群里面发消息：“有什么事情，咱们自己在家族群里面说，你发到那个群里面干什么呀？你是要人家看你妹妹的笑话吗？你妹妹还小不懂事，你怎么能跟着不懂事呢？你这是要毁了你妹妹，你个杀千刀的白眼狼！”我爸紧接着在家族群里面发：“就是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赶紧撤了，丢人现眼的玩意！再怎么样，她也是你的妹妹，你做姐姐的让她怎么了？不就是一个男朋友吗？之前又不是没有过这种情况。你妹妹年纪小爱玩，你再找一个不就行了？硬是要让别人戳你妹妹都脊梁骨吗？你要她以后怎么找对象啊？”林棠有人撑腰，也硬气起来了：“姐姐，我知道我不该抢你男朋友，但是你也不能这样对我吧？我可是你亲妹妹，你怎么可以这么狠心？我真的好难过呀！”群里面，我爸我妈又开始去安慰林棠，我怒火攻心，疯狂回击：“你抢我男朋友，推我流产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你是我的亲妹妹呀？你有什么好难过的？从小到大，你要什么有什么，抢我的东西，联合别人霸凌我，你现在装什么呀？”我爸立马火了：“你骂你妹做什么？流产了就流了呗，又不是不能生了，你跟你妹计较什么？她又不是故意的，她又不知道你怀孕了，她自己都还是一个孩子。你知道她知道你流产之后有多愧疚吗？
我们好不容易带他出去走走，换换心情。他现在刚刚好一点，你又提这些干什么？你真是见不得人好。我突然之间觉得很疲累。我从流产到出院，他们从来没有看我一次。我一直以为是他们不知道，原来他们不是不知道，而是我流产都远远没有林堂的情绪重要。林堂自小就比我长得好看许多，又因为年纪比我小，爸爸妈妈都比较喜欢他，即便家庭条件不好，可林堂说要学跳舞，他们俩立马凑钱给他报班。而我想多要5毛钱吃饭就会被教训，家里面都成什么样子了，你能不能懂点事，不要让我们操心啊。我总以为他们会变的，可是不是的。不论我给他们寄了多少钱，多么关心他们的身体，为这个家付出多少，他们永远都不会喜欢我。我死死地捏着手机，深深地闭上了眼睛。那个群里的照片我没有撤掉。沈雨安的妈妈终于看到了，她转头在群里面发消息：这可不关我儿子的事情啊！你们家是怎么养女儿的？怎么上赶着给人家当小三啊？你们家家风不行啊！这林瑜要是还想要嫁给我儿子，那我们肯定不会出彩礼的。下一秒，我爸就发消息：什么小三？你也不看看，你儿子配吗？我妈也跟着去骂，也是，只要事关林堂，他们总会千般万般的护着，任何人都不能说他们的宝贝女儿。我回到之前的房子，准备将自己的东西带走。我挑着沈雨安上班的时候去的，却没想到他居然在家。非要这样吗？林堂，我们在一起6年了，都快要结婚了。我承认我确实办了件糊涂事，但我真的和他断干净了。我们重新来过好不好？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你一定也舍不得的，对不对？他说完就要来抱我，我立马推开他，恶心的干呕了2声。他脸色惨白，眸底闪过一丝受伤。我看着他这表情，觉得可笑。你有什么好委屈的？别装出这一副样子，真是令人反胃。别来恶心我。我装完东西出门的时候，看见了堵在门口的林堂，他笑得眉眼弯弯，看我望向他，他止不住笑意地看我。群里面的消息姐姐还没有来得及看吧？我们商量好了，我准备和沈雨安结婚了，到时候婚礼姐姐记得来参加。沈雨安皱着眉头，脸色阴沉。林堂，你在胡说什么？我什么时候答应要和你结婚了？林堂拿出一张孕检单，不久前查出来的，我怀孕了，你妈妈已经答应了。沈雨安没接孕检单，焦急地走过来，拉住我的行李箱，不让我走。阿瑜，我不会和他结婚的，我爱的人一直都是你，你原谅我好不好？林堂瞪大眼睛，不可置信。沈雨安，你什么意思？你不打算娶我？他烦躁地啧了一声，孩子打掉不就行了？我是不会娶你的，你死了这条心吧。我看着不肯放手，死死拉住我的沈雨安，嗤笑一声，现在装深情早干什么去了？你如果真这么爱我，你怎么还会和别人上床呢？沈雨安，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原谅你，你让我觉得脏。沈雨安愣愣地看着我，不可置信地松了手。我看着林堂充满敌意的眼神，笑了。林堂，你别嚣张，你也快遭到报应了。7，我向公司提交了申请。前些日子，公司领导和我说，想派我去美国总公司那边。那时候我忙着结婚，也不想离沈雨安太远，所以拒绝了。好在公司现在人还没有定下来，很快就同意了我的申请。我在清理东西的时候，同事一脸八卦地看向我，林瑜，你男朋友来了。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向楼下，沈雨安站在一辆敞篷跑车的前面，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手里举着一捧鲜艳的玫瑰花，
而跑车后备箱里面一打开，全是各种各样的玫瑰。同事看我，笑到一脸揶揄：“你真舍得离开啊？这要是谈异国恋，你不怕男朋友被人抢走了？这模样，这气质，你真的放心？”我扯出一抹淡笑：“很放心，因为已经被抢走了，所以不用担心了。”同事看了我一眼，面上的笑容僵住，最终叹了口气，摇了摇头：“哎，还以为是个好男人，结果也是个渣男。”我躲了沈雨安好几天，他后来也没有再来了。听说他妈妈以死相逼要他娶林棠，他最后没有办法，妥协了。他们的婚礼和我出国的日子安排在了同一天。我爸妈还在劝我，我妈一开口就是指责：“好歹是你妹妹结婚的日子，你做姐姐的不来怎么行？你要人家怎么看你妹妹？到时候要是有人传她抢了你的男朋友，她会被人笑死的。你不能这么自私，听到没有？”我爸同样骂我：“真是反了天了！老子命令你，结婚那天你必须来，听到没有？这是你妹妹的大喜日子，你非得给她找不愉快是吧？”我没回他们，反手拉黑删除一条龙服务。对于偏心的人来说，他们从来都感觉不到自己的区别对待，说多了也无用。反正我也快要离开这个地方了，从此之后就要断绝关系。我找关系联系了一家专门拍摄社会真实事件的节目，将我的经历一一阐述出来，包括我爸妈所做过的偏心眼过分的事情，林棠从小到大对我的欺侮霸凌，以及沈雨安的背叛。节目播出之后，我花了点钱将他送上热搜。救命！这一家子人是不是脑袋都不正常？脑子被驴给踢了吧？真是太让人恶心了！真是心疼姐姐，一定要好好的，远离破碎的原生家庭。我的天啊，什么叫做姐姐就要让着妹妹？好恶心啊！还有拿着姐姐寄回来的钱给妹妹还房贷，你良心不会痛吗？就这样还说姐姐白眼狼，真是良心让狗吃了。这两夫妇的面相一看就尖酸刻薄，还有那个妹妹一看就是个贱人，还有那个狗屎男朋友真的超级恶心，一边准备和姐姐结婚，一边和他的妹妹发生关系，真恶心，还不告诉他，狗男女能不能去死啊？在我离开这座城市之后，林棠和沈雨安还是举行了婚礼。由于婚期很近，林棠所穿的婚纱和婚戒都是我之前定下来的，林棠要换，可沈雨安却说，要是你再这么闹下去，就不要和我结婚了。我本来也没有想要娶你，是你自己硬生生的贴过来的。婚礼准备的仓促，婚礼上沈雨安甚至叫错了新娘的名字，林棠当场气得脸都绿了。要是平时他肯定早就甩脸子走人了，可是现在他已经不能够任性妄为了。在查出怀孕的时候，他原本是想选择打掉这个孩子的，可医生和他说，他的子宫壁很薄，胚胎很难着床，要是这一胎流产了，那么接下来他很有可能再也生不了小孩了，所以他才会逼着沈雨安娶她。他心心念念的婚礼变成了京城人口口相传的笑话。我已经长大了，已经不是会打碎牙往肚子里咽的孩子了。我离开之前，将沈雨安和林棠出轨的证据全部复印出来，寄给了林棠所在的舞团和沈雨安所在的公司。我是怕舆论的效果不显著，万一打不出水花，让那两个人还能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而做的两手准备。果然，沈雨安被公司辞退了，林棠也被舞团辞退了，他的名声臭了，这辈子都不可能有舞团录用他。原本他走到领舞这一步很不容易，可现在一切都成了梦幻泡影。
他气得天天朝沈雨安撒气。沈雨安被辞退后，拿着剩下的钱开了家奶茶店，雇了个人看着，自己天天在外面喝酒，不回家，不接林堂的电话，也不关心任何事情。至于林堂，每日还要遭受婆婆的谩骂、搓磨，甚至她信了一些生儿子的偏方，每日逼迫林堂喝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不喝就动手掐她。而林堂也不是个软弱性子，肚子里怀着孩子，天天和沈雨安的妈妈吵架。邻居每天都会来看他们的热闹。沈雨安的妈妈想要沈雨安给她主持公道，却被他一句当初是你要我娶她的堵了个哑口无言。悔不当初。节目播出后，我爸、我妈、林堂还有沈雨安和他妈妈这几个人天天被人指着鼻子骂，我爸妈像过街老鼠，一般门都不敢出。我在国外生活了1年，这1年里面我没再关注他们的消息，努力过好我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在这里的1年，我连续做成功了好几个大项目，让人刮目相看。公司老板为了留住我，给了5%的股份。再次听到他们的消息的时候，是同事调过来这边任职的时候和我讲的。沈雨安和林堂结婚之后，整个人什么都不管了。林堂生孩子的时候，他还在和狐朋狗友喝酒，醉得一塌糊涂，直到孩子满月了才看了一眼。林堂因此患上了严重的产后抑郁症，每天哭诉说沈雨安对不起他，说他不活了。直到有一天，林堂从沈雨安的电脑里面发现你们之前的拍过的照片，全部被沈雨安小心翼翼地放在一个文档里面。他气疯了，当场把照片全删了1张都没有留。沈雨安那天回来发现照片没了，气得他直接打了林堂2巴掌。我搅拌着杯子里面的咖啡，没有出声。他继续道：林堂那个脾气你是知道的，他哪受过这种气呀？当即收拾东西回了娘家。可他爸妈因为他的事情被人指指点点，连门都不敢出，早就对他心生怨怼，每日都在咒骂他。后来他受不了之前那么爱他的爸爸妈妈冷言冷语、阴阳怪气，于是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留下孩子跳楼自杀了。沈雨安连他的葬礼都没有参加，他爸妈带着孩子去找沈雨安，被他拒之门外。他们气得把他告上了法庭。那个孩子最后还是判给了沈雨安。你爸妈现在苍老了10几岁，听说现在他们还在找工作给自己养老呢。他说完又抬头看我，你不会心软回去照顾他们吧？我笑着摇摇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要是回去了，怎么对得起之前的自己？我要是轻易地原谅了他们，那只能说我之前受过的苦都是活该，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他点了点头，那就好，我生怕你心软了。他们现在四处念叨着你，有人说他们后悔了，我看呢，他们是老了，死了一个女儿，想起了自己亏欠的另一个女儿，以为卖惨就能够让你心疼，回去养他们。臭不要脸，惯会算计人。我笑了笑，心里面没有太大的感触，就像是听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关的故事。在这1年里面，没有林堂的干预，我结交到了很多的好朋友，还找到了我真正的爱情。我才知道我其实并不差，不用活在谁的阴影里，让我能够自在地做我自己。9沈雨安番外，第一次见到林瑜的时候，我才听说她刚刚被亲妹妹抢走了自己的男朋友。可奇怪的是，所有人都不觉得是她妹妹的错，而是将受害者林瑜看成一个笑话。我的朋友说，让我别靠近她，她有脏病。我问她是谁说的，她无所谓地耸了耸肩，还能有谁？她妹妹呗。我听到这话，只觉得不可思议。
后来我无意看见林瑜在下雨天将自己的雨伞留给了一只在杂木箱子里面躲雨的小母猫时，我觉得他并不是这样的人。所以在听到林堂又在造谣林瑜的时候，我想也没想的替他说了话。你要是再在外面乱讲，我可以替你姐姐报警，让你知道乱说话的后果是什么。他一瞬间闭了嘴。我转身离去的时候，却看到躲在人群后面的女孩正一瞬不瞬地盯着我，她的眼睛亮亮的，似乎有泪光闪过。我想她好像很容易感动，大概是没有人爱她吧。我对她产生了怜惜之情，所以总想着帮帮这个看起来脆弱的女孩。后来我爱上了她，和她表白，她也答应了我。而林堂也开始故意接近我。我一开始确实很讨厌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变了呢？大概是我回学校参加优秀毕业生演讲的时候，演讲完之后，我准备回去，却看见他在练舞室一遍又一遍地练习舞蹈动作。他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倔强的神情触动了我。我不知道自己看了多久，直到他收拾东西准备出来的时候，我才后知后觉地躲了起来。那是我第一次对林堂产生好感。可后来我回去的时候，看着林瑜为我准备的饭菜，我想我不能辜负林瑜。我开始更加激烈地辱骂林堂。我其实是害怕自己再次动心，我想让他主动远离我。可意外再次来临。当听到他出车祸进了 ICU 的时候，我感觉心里面好像空了一块。那时候我想我不能失去他，所以在他好了起来之后，我开始对他有了回应。直到他和我表白，我猛地惊醒，看着睡在我旁边毫无防备的林瑜，我不知道我自己在干什么，我开始动摇了。可在我再一次谈合作，谈到很晚才回来的时候，看着坐在沙发上明明困得要死，却还是坚持等我的林瑜，我终于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所以我给林堂回复，我已经有女朋友了，她是你的姐姐，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我很爱她，所以抱歉，对于你的喜欢，我无法回应。林堂他回我，那不让他知道不就好了？你不说我不说，他不会知道的。他这个人相信别人就是一根筋的，他一定不会怀疑你的。我后来没再回复他任何消息，直到有一天，我和林瑜吵了很大的一架。我闷闷不乐地坐在酒吧里面，看着手机里面没有一条林瑜发过来消息，嗤笑一声，心里酸涩得厉害。直到这时候，林堂发来消息，我鬼迷心窍，给林堂发了个酒吧定位，并说要是你能在12点之前来找我，我就答应和你在一起。他来了，而那一天我们睡了。睡完之后，我其实有一点后悔的，可是看着林瑜蒙在鼓里什么都不知道的模样，我又觉得刺激，所以我一直维持着这一种畸形的关系。直到林瑜发现了我出轨，他要离开我，我才彻底慌了，求着他原谅我。可他不会再原谅我了，我知道的。我把所有的过错都怪在林堂的身上，如果不是他诱惑我，我就不会失去我的阿瑜。我厌恶他的一切，我冷暴力他，我折磨他，最后他死了，留下我们的孩子。我也想死，可是我不能，我必须抚养他长大。我后来从朋友的口中得知了林瑜嫁给了一个事业有成的男人。我看着她笑着依偎在男人的怀里，眉眼间再也没有阴郁之色。我愤愤地攥紧了手机，这明明是属于我的景色，可我突然失去了所有的力气，因为是我亲手毁了我自己的幸福。再后来我被查出胃癌时日无多，我问朋友可不可以告诉林瑜，让他来看看我。我就看他一眼，他打电话过去，那边听完只是默然片刻后，
语气平淡地说：“他的事情与我无关。”我笑了。是啊，我这样卑劣又肮脏的人，他怎么可能回来看我呢？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